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从马来西亚嫁来台湾的 Christine 巴拉妈。今天我要用这颗芋头来做一道料理。我有看过一道荤食料理，叫做排骨蒸芋头。那一道呢，我想用排骨换成其他的食材，做成素食版本的，让素食的朋友也可以吃到排骨蒸芋头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备料，把芋头的皮去掉。我们家大人都很喜欢吃芋头。小朋友勉强还可以接受一些，芋头可以做成咸食，也可以做成甜食，都很好吃。咸食口味的芋头，我在频道分享过很多芋头料理，大家都可以回顾看看之前的影片。尤其是夏天的时候，可以拿来做芋头西米露，或者是马来西亚口味的芋头的波波恰恰。芋头下半批洗干净，切成块状，先从中间切一半。切成大块一点的块状，把芋头放入盘中，给它摆整齐，把芋头铺在底部。杏鲍菇准备1根，把它剥成粗条状。换一个方向，切成大块状，这样子用手剥它不规则的面，可以吸收到比较多的酱汁。杏鲍菇放入碗中，1汤匙黑豆豉，1茶匙素蚝油，1汤匙酱油，半茶匙白胡椒粉，半茶匙五香粉，糖1/4茶匙。把所有食材拌匀，给它腌制，搅拌均匀。现在搅拌均匀，先让它放在旁边腌制。准备1块豆腐，豆腐这样子切可以保持完整性。放点豆腐进来，可以增加蛋白质。豆腐切成片状，把豆腐放入芋头上面，把它摆整齐。我换了一个大盘子，这样子比较装得下去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装杏鲍菇。把腌好的杏鲍菇放上来，给它铺平均。等一下杏鲍菇在蒸的时候会出水分，所以这个调味料我有下比较重一点。它出水分，调味料它就会蒸了之后流下去。下面的食材芋头和豆腐就会有味道了。这也算是一道电锅料理。之前有一些观众说想看电锅料理，快速的上桌的料理，这就是可以很快速上桌的电锅料理。租屋的朋友也可以试试看。那我们现在来去蒸排骨蒸芋头。在蒸之前，我来再做一道电锅料理。等下一起蒸2道菜，可以同时上桌。这个栗子南瓜现在1斤29元，变便宜了。我非常喜欢吃栗子南瓜，因为它的肉真的很甜，然后很绵密。我有买过那种很普通的大南瓜，它真的一点甜味都没有。后来我就拿来做南瓜浓汤，或者是做南瓜的糕点，像是南瓜红龟果。南瓜红龟果的做法影片在频道都可以找得到，可以回顾看看之前的影片。把南瓜种子挖出来，这种品种的栗子南瓜也是有季节性的。我记得有好几次我要去买，它没有卖。有些人会连种子一起蒸，那我就不要了，因为小朋友吃不习惯，我就丢掉。
南瓜不用削皮，它这个皮其实不会很硬，可以连皮吃。给它切成块状，我习惯切成块状之后再把蒂头切掉，就切成4方块。太小块它容易化掉，所以也不能切得太小。这南瓜本来我要留下来做马来西亚口味的麦片奶油南瓜，可是我们家麦片吃完了，所以就没有做这道。下次再去买麦片回来跟大家分享。它是有一点咖喱粉的味道。南瓜放入碗中，给南瓜排整齐。这样子会比较有食欲。接着放上洗好的高丽菜，这高丽菜我是用手剥成小块小块的，放在中间。半茶匙盐放上来。苦茶油1汤匙，很快有第2道菜又备好了，我们来去蒸。外锅放1杯水，南瓜、高丽菜放进来，再放上素排骨芋头，盖上盖子，按下电源。来试吃素食排骨蒸芋头，我用杏鲍菇来代替排骨，还加了一些豆腐，增加蛋白质。很入味。杏鲍菇 QQ 的，有水分。杏鲍菇这样子吃一吃，我竟然有吃到芋头的香味。原来这样子蒸一蒸，虽然杏鲍菇是摆在上面，可是这样蒸呢，芋头的香味会穿透到杏鲍菇的身体里面去。好吃。豆腐好嫩。好吃。试试看芋头，因为我有放黑豆豉，所以如果豆腐觉得太清淡的话，就可以吃一点黑豆豉来配它的咸味。哇，这个应该有入味。这个芋头已经有黑色的外皮。好松软哦，一咬就断了。芋头很香，芋头这样子用蒸的啊，可以吃出它很清香的味道。我又再蒸了另外一道，所以电锅其实可以蒸3、4道。如果你有买高帽子的话，我是有买高帽子，但今天我就做2道菜就好了，一次可以蒸出2道菜。我淋了一些苦茶油，可以让家人吃到一些不一样的油。南瓜也很松软，很甜，加些高丽菜，这样子就可以吃到很多种蔬菜。高丽菜用蒸的，也保留了它的甜味。我觉得苦茶油用来炒高丽菜啊，或是这样子蒸高丽菜的时候淋在上面啊，都很对味。这2道算是很清爽的夏天的料理，用这样子蒸的方式，很快速就可以上桌，马上有2道菜就可以开饭了。我的赖社群叫爸妈聊素食，加入的连结在影片下说明文，大家都可以加入进来一起聊有关素食家常菜的话题。最近好多里面的群友都分享了很多自己的晚餐的照片，大家都可以加入进来一起看看别人家的餐桌风景。免费电子食谱书也推出了，免费索取的链接在影片下说明文，大家都可以索取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分享、按赞、加订阅，还有按赞追踪粉丝页，还有 IG， 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